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herry。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？那今天这支视频我要说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老人的。如果你想知道，那就听下去吧。那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我和我的朋友去采访了一个老人。采访的意思就是我演给你们看。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我是 Sherry。你好 Sherry 同学，那请问你为什么会看我们的视频呢？我并不想看你的视频啊，是因为它出现在我的 Facebook 里面，所以我就看了。那请问你觉得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吗？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我想想啊。我觉得你们视频的那个老师 Cherry 看起来傻傻的，不太适合当老师。你们要不要换一个老师？换一个又可爱又帅的男老师，这样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你们的视频。考虑一下哈。那我刚刚就是在采访，这个是采访，我采访了 Sherry 接受了我的采访。OK， 回来不要去想帅的老师了。那我昨天采访了一个老人，他是手艺人，手艺，他的意思就是说用手来做的工作叫手艺。比如说在中国有一些人，他们自己去做桌子椅子，不是用机器来做，他们用自己的手来做这些东西，而且他们可以做得很好看，而且非常好用，那他们就是手艺人。还有一些人，他们自己做衣服，对，他们的衣服不是用机器做的，是用自己的手来做的，那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手艺非常不错，对，那这些人我们就可以叫他手艺人。这个老人他是做什么手艺的呢？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，这个叫耳钉，耳钉是女孩子戴在耳朵上面的东西，这个叫耳钉。那这个老人不是做这个耳钉的，不要误会，他不是做这个耳钉的，他是做这个的。对，因为我们要戴耳钉，所以我们要在耳朵上面打一个洞，这个叫耳洞。那这个老人他的工作就是帮一些人打耳洞或者是鼻洞。对，我听说还有人打那个肚脐眼的洞，但是我没有见过。对，这个叫耳洞，他的工作就是帮别人打这个耳洞。那我昨天去采访他的时候，拍了一些照片，然后录了一些视频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。生意要好啊。那这些孩子来打耳洞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没有呢？没得，就是打了就走是吗？都是打就走。这些打的人呢，他每次走的都谢谢哈，谢谢。
那你们看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？这个老人他说的是方言，他不会说普通话，所以他说的是方言。那有的人就会问我说，这个老人他的店看起来很小，而且好像不太干净，不太卫生。卫生它是一个名词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可以保护我们健康、保护我们生命的一些东西。那卫生呢，它有时候是可以做形容词来用的，比如我说，这个地方不太卫生，那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不太干净。如果我说这个地方很卫生，那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干净，我们在这里会很健康，不会生病。那还有的时候，卫生它有名词的功能，比如我可以说我的房间太脏了，我今天要打扫卫生，打扫卫生。那有的人就会跟我说，这个老人他的店看起来不太卫生，不安全，为什么你不去医院打耳洞？为什么要在他这里打耳洞呢？那其实呢，这个老人他做这个工作已经有40多年了。对，他说他从26岁开始就做这个工作了，一直到现在他有67岁了。所以他在这40多年里面，他一直做这个工作，这个打耳洞的工作。而且在这40多年里面，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。他的客人的耳朵从来没有受过伤，打完耳洞以后恢复的也很好，而且没有发炎。发炎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受伤了，然后我们没有用药，然后那个伤口它就会变得很红、很肿，变得很大，然后很痛，这个叫发炎。但是这40多年里面，这个老人他的客人从来没有发过炎。为什么我们知道呢？是因为他在我的这个城市已经非常有名了。差不多很多女学生在高中毕业以后就会去找这个老人，然后帮他打耳洞，然后在他那里买一些耳钉，而且它的价格非常便宜。我以前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也去他这里打了2个耳洞，然后我从来没有发炎，也一点都不痛。我的朋友他是去医院打的耳洞，后来他的耳洞发炎了，然后他觉得非常的痛，而且非常的苦恼。那这个老人他告诉我说，在每年的6月、7月、8月是他最忙的时候，因为6月，学生们都已经高考结束了，对，高中生他们考试，然后毕业以后，他们就去老人那里打耳洞，然后就可以很漂亮的去上大学了。所以每年的6月、7月、8月是这个老人最忙的时候。那在这个老人不忙的时候，他就会去旅行。他告诉我说，他去过很多国家，他去过埃及，然后去过欧洲，也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。他说他很喜欢他这样的生活方式，因为压力不大，他感觉不到有很多压力，所以他很喜欢他的生活。但其实这个老人他并不是非常贫穷，贫穷的意思就是没有钱，然后生活非常困难。对，这个老人他不贫穷，他挺有钱的，对。但是他还是继续坚持他的这个工作，他一直在做他的工作。他说如果他停止了这个工作，那会有很多女孩子想要打耳洞，但是找不到一个可以相信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我就问这个老人说，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？退休的意思就是说，
我们工作很多年以后，我们老了，然后就不工作了，这个叫退休。在中国，退休的年龄是男人60岁，女人55岁。但是这个老人他已经有67岁了，他还没有退休。所以我问他，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？然后这个老人他告诉我说，他没有想过退休的事情，因为他觉得他想要做到自己不能做这个工作的那一天。如果他走了，那这些女孩子可能就找不到他了，就找不到一个可以打耳洞的地方了，所以他想要在这里一直做下去。这个老人他对自己的工作要求非常的高，对，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。那要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吧，比如说我想要减肥，我想要变漂亮，然后变瘦一点。如果我想要减肥，那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天吃很少的饭，然后每天运动，然后喝很多水，这个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那每天吃很少的饭，每天运动，每天喝水，这个就是我的要求。那再比如说，我妈她说这个假期下一个假期会带我出去玩，去旅行，但是她的要求是我在考试的时候得100分。如果我考试得了100分，我妈她就会带我出去玩。我考试得100分是她的要求，对，这个是要求。那这个老人他对自己的工作要求非常高，很高。比如说他会用非常好的酒精去消毒，对，酒精就是这个。在新冠肺炎的时候，我们用了很多的酒精。那消毒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个东西很脏，然后上面有很多的细菌，那我们就要用酒精去杀死那些细菌，这个就叫消毒。那这个老人他就会用非常好、非常贵的酒精来消毒。那他还有一个要求是，在帮别人打耳洞的时候用的是手。对，现在打耳洞有一种工具，长得很像枪，然后直接打就可以了。但是他不用那个枪，因为他说那个枪，打得不好，所以他都是用自己的手来去给别人打耳洞，而且他练习了很多次，这样的话他不会让别人流太多血，所以呢，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。后来呢，这个老人还跟我们说了很多这座城市的历史。对，因为这个老人他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久的时间，那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老贵阳人。贵阳就是我的这个城市的名字。那如果一个人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久，我们可以说他是老贵阳人。那我们也可以说老北京人、老上海人。对，那这个老人他是一个老贵阳人，他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，对，所以他知道很多这座城市的历史。然后他告诉我以前的贵阳是什么样子，现在的贵阳是什么样子，然后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都知道。我觉得去听一个老人说这样的历史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因为他跟我们在书里面看到的历史是不一样的。去听一个人说历史，那这样的历史是一个人的历史，是一个人他的生活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历史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那我为什么想要去采访这个老人呢？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快了，那我们用了很多机器，
然后这些手艺就慢慢的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了。对，我们的桌子、椅子都是在工厂里面做出来的，然后我们的衣服也都是在工厂里面做出来的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自己的手去做一个东西，去认真的做一个好看而且好用的东西了。而且也没有人想要去学习这些手艺，想要去传承这些手艺。传承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的爷爷他会这个手艺，然后他教给我的爸爸，然后我的爸爸又把这个手艺教给我，然后我又把这个手艺教给我的孩子，这个叫传承。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，他们不愿意去传承这些手艺了，所以这些手艺还有这些手艺人已经慢慢的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了。我好像说太久了，现在太阳已经下山了，那我搬到阳台来说完最后一段。对，我觉得这些手艺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，它还是一种文化，是一种历史。如果这些手艺还有这些手艺人消失了，那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种技术，我们还失去了一种文化，失去了一段历史。所以呢，我去采访这个老人，是因为我想要用相机去记录下来这个历史，这个文化。好了，最后一个事情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我说的这些词语。我今天说了几个词语，第一个是采访，采访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采访。那第二个是手艺和手艺人，手艺就是要用手来做的工作，叫手艺。比如说很有名的，在意大利有一些手艺人，他们做的皮鞋非常好，那他们也是手艺人，他们的手艺非常好。那我还说了卫生，卫生这个地方不太卫生，这个地方不太干净。那我还说了发炎，发炎，如果我们受伤了，然后我们不管它，那个伤口会发炎，会很痛、很红、很肿，这个叫发炎。那我还说了消毒，消毒就是用酒精来杀死细菌，这个叫消毒。对，做手术之前要消毒。那我还说了要求，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低，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低，考试60分就够了，体重体重200斤就差不多了。对，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低。那我还说了传承，传承，我爷爷他会一个手艺，然后教给我的爸爸，然后我的爸爸又传承给我，然后我又传承给我的孩子，这个叫传承。对，还有吗？好像没有了。如果你想要用这些词语造句的话，你可以在评论里面写下来。那好了，我说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就给我一个 like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